向抗戰老兵敬禮！我們回家了，爺爺。因為一句承諾，他守護了長官的妻子孩子一輩子，言過9旬才回到他魂牽夢縈的家鄉重慶彭水。我是孫春龍，一個打掃戰場的人。2015年，邵陽縣義工连收到信息，說在湖南黃庭市鎮黃泥村有一位抗戰老兵叫妥長發。志願者們趕緊上門核實信息。當問到他還有什麼心願時，年過9旬的老人淚水慢慢長滿了眼窩，說：“我家在彭水，我想回家。”志願者了解以後才知道，老人已經有77年沒有回家了。妥長發14歲那年，在山上放牛被抓了壮丁。到了部隊以後，因為聰明機靈，18軍11師31團的連長義祥將他留在了身邊做勤务兵。他跟着義祥在戰場輾轉，寸步不離，一次次死裡逃生。在他心裡，義祥就像自己的親哥哥一樣，是亂世裡唯一給他溫暖的人。抗戰勝利後，離家多年，妥長發常常想家，想得掉眼淚。義祥輕聲安慰他：“等戰爭結束了，一定讓你衣錦還鄉。”沒多久，義祥在淮海戰役中被俘，釋放出獄後，他和妥長發一起帶着妻子陳淑貞和2個孩子回到了湖南老家，計劃轉到香港逃往台灣。臨別時，他請妥長發照顧自己的妻兒，等他在台灣安頓好以後，再接他們一同前往。妥長發紅着眼眶向長官鄭重承諾：“你去1天，我就照顧1天；你去1輩子，我就照顧1輩子。”為了避免閒言碎語，妥長發住進了義祥老家旁邊陰暗潮濕的危房，包攬了家裡所有的農活。為了讓長官的2個孩子吃飽，妥長發自己挖野菜充飢。因為義祥的身份，一家人受盡欺辱。妥長發也沒有幸免，他被人將大拇指和大脚趾綁住吊起來打。有人勸說妥長發回家，但他不肯。他說2個孩子還小，太太一個人還不能持家，長官安排我留下來保護家眷，我要聽從長官的安排。1979年元旦，告台灣同胞書發布，海峽兩岸僵持多年的堅冰被打破。義祥趕緊從台灣托人在香港寄回了一封信，他告訴妻子陳淑貞，他在台灣娶了妻，並有了4個孩子，言語中滿是對妻子和孩子的愧疚。在得知妥長發依然在家裡照顧着妻子及2個孩子時，義祥請妻子帶他向不識字的妥長發致謝，並囑咐2個兒子善待妥長發，要永遠感激他的養育之恩。1987年，兩岸開放，老兵返鄉，身患重病無法回家的義祥寫信囑咐2個孩子，要記得幫妥長發找家，讓他有一天可以葉落歸根。按照義祥的吩咐，孩子們將信寄到了妥長發的老家重慶彭水縣黃家壩村侯黎公社，但未能收到任何回音。1988年，義祥在台灣離世。2009年，陳淑貞離世，去世前也囑咐2個孩子，教為妥長發養老送終。這個照顧了他一生的男人，一生未娶，謹守職責，未失半點分寸。2012年，義祥在台灣的女兒易若蓮來到湖南邵陽，他代替爸爸來感謝守護着他妻子與孩子一生的勤務兵妥長發。妥長發再次對易若蓮說：“長官當年對我很好，從不打罵我，安排我留下來保護家眷，他回不來，我要聽從他的安排。”易若蓮淚流滿面，他拉着妥長發的手，鄭重地告訴他：“你已經完成了爸爸當年的囑託。”邵陽的志願者們用10個小時幫妥長發找到了他在重慶老家的親人。他的侄子妥成得到消息後，立即趕往邵陽，一進病房就跪倒在病床前，淚流不止。這個不知所蹤的大伯一直是他父親心中的牽掛。可惜他父親已經在前1年離世，如果再早一點，或許兄弟倆就能見到。向抗戰老兵敬禮！我們回家了，爺爺。離家77年，終於回到了家鄉。妥長發的臉上露出了孩子般的笑容。村口站滿了迎接他的鄉親。爺爺，看看这条路，看看这个旁邊這個山，還記不記得？記得啊！爺爺特別棒，那邊就變了的了。哦，嗰個地方是後來起的是嘛？哦，過日你屋子麼啦？爺爺說想吃個柿子啊。妥成拿來長桿給大伯打了一個，吃着記憶裡熟悉的味道，
妥長發笑着笑着流下了眼淚。離家時他只有14歲，再回到家鄉已經是91歲高齡。兒時曾和他一起在山上放牛的夥伴，已經是兩鬢斑白的老人。他牽掛的父母兄弟也都成了不會說話的黃土堆。他只能坐着輪椅來到父母的墳前，告訴他們兒子回來了。100天後，妥長發在老家離世。妥成在家鄉為大伯選了一塊墓地，立了碑。這個守義一生的老兵最終回到了故鄉的懷抱。2018年，我們帶着陳淑貞的2個孩子1號光和1號明到了台灣。他們還是孩子時，父親遠走他鄉，妥長發成了兄弟倆最堅實的依靠。時隔半生，見到已成骨灰的父親，兄弟倆跪地痛哭。在台灣，我見到了義祥的女兒易若蓮，她說她和母親都曾因為大媽和哥哥們的事情責怪過父親，但在老家見到2個哥哥和妥長發之後，她才真正理解了爸爸。義祥到台灣以後，重回18軍，駐守金門。金門屬於前線離島，站在島上看得見大陸，很多士兵因為想家成了逃兵。為了穩定軍心，防止士兵逃跑，政府開始鼓勵島上的士兵與當地女子成婚，試圖用家庭把他們拴在島上。1955年，義祥與金門當地的一個比他小15歲的女孩結婚，沒多久就生下了易若蓮。1979年，義祥與陳淑貞取得聯繫後，經常寫信和寄錢回家。台灣的妻子知道後非常生氣。當年結婚時，義祥曾承諾過他從未在大陸結過婚，還找來了戰友作證。如今突然多出了一個妻子，讓他無法接受。孩子們也都站在了媽媽這邊。從這以後，義祥在家就像一位外來的客人。直到有一天，易若蓮看到爸爸接到大陸來信，一邊看一邊流淚，內心生出了一些愧疚。在父親和戰友的談話中，他才知道父親一直想回大陸。父親去世以後，易若蓮常夢到父親，他開始回想起與父親相處的時光，他才漸漸意識到對父親的偏見遮蔽了他曾經付出的愛，他想替父親回家去看看。在老家黃泥村，易若蓮見到了2個哥哥和父親的勤務兵妥長發，他眼淚不停地下落。他終於知道大媽和哥哥們過的是什麼樣的生活，他也終於理解了父親為何一直想回家，他們是他永遠放不下的牽掛。易若蓮還到了大媽陳淑貞的墓前，他告訴她，爸爸一直惦記着她，希望她能原諒爸爸。陳淑貞大學畢業，風華正茂時嫁與義祥，卻在半生孤苦裡耗盡韶華，蹉跎一生。倘若沒有妥長發的默默堅守，2個孩子的人生，他是早已風雨飄搖，無依無靠。後來，一家兄弟將家書與2把舊掃把捐贈給了我們，我把它們放在了我們為愛止戈公益中心。這2把掃把是妥長發回重慶老家前扎的，他怕自己走後孩子們沒有掃把用，這也是他為一家兄弟做了最後一件事。願世間永遠銘記這段質樸深情的忠義往事，也願世間再無戰爭。我们找到了他的帽徽。我爸爸临終之前心心念念的就是我的爺爺。你别再回家了。